前两个视频聊了聊中美贸易的开端和早期的情况，这期分享一下找到的中美早期互动的故事。北美移民早期对同期中国的了解都是从欧洲得到的，比如美国最受尊敬的国父富兰克林，在1738年时阅读到一本巴黎出版的书，书名是《中华帝国全志》，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之作。作者是位法国耶稣会的历史学家杜赫德。杜赫德没有去过中国，书是他根据当时耶稣会17位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的报告编写而成。从书的全名《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、历史、编年记、政治和博物》就可以知道是本百科全书式的介绍中国的书。1735年在巴黎出版法文版，第二年在河南重印，之后又有了英文翻译，在欧洲影响很大，也出现在费城富兰克林的书桌上。美国建国前，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样的读物了解当时的中国。这是纽约州最早的报纸，乡村杂志和波基普西广告报，也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报纸。1785年8月11日，这里的一位小商人尼古拉斯·鲍尔开始印刷报纸，报纸后来被兼并收购，至今还在运营。报纸也见证了波基普西从一个小村庄在1799年扩大成镇子，再到1854年扩大到城市。报纸最初大概是周刊，创刊不久的9月15日刊登了一篇来自伦敦7月13日的消息，讲有一艘商船起航到中国广州，这次航行是经过双方朝廷认可的，船上还装有26门炮。这则消息是通过数据库能找到美国报道关于中国最早的信息。这时美国也开始直接和中国交流和贸易。前两期聊到1784年8月28日，中国皇后号是第一艘到达中国广州的美国商船。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停留了4个月，卖出和采购货物。这时一位叫约翰·奥唐纳的水手兼商人也在广州。奥唐纳是爱尔兰人，曾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了16年。他看到中国皇后号的首航很成功，于是就地买下一条船，命名为帕拉斯号，也在当地采购茶叶、丝绸、瓷器，并招募了3名华人和32名南亚人做水手。1785年1月9号从澳门起航。奥唐纳的计划是将船开到印尼雅加达，在那里换成欧洲的水手，华人和南亚的水手可以方便地搭乘别的船回到广东。可是在雅加达，当地的官员红眼奥唐纳的货物，不让他换欧洲水手。35位亚洲船员又航行了7个月，于8月9日到达美国马里兰的巴尔的摩。带回的丝绸、瓷器很畅销，包括总统华盛顿也写信订购。在登岸文件上的3位华人的签名分别是阿成、阿全和阿关，这也是目前中国人到达美国最早的文件记录。回到巴尔的摩后，船长奥塔纳大赚了一笔，还遇到了这位女士，两人很快就结婚。船长卖掉了帕拉斯号，并在巴尔的摩买地建屋，还给买下的这块地起名为广东。如今广东已经是巴尔的摩城市的中心居民区，离最近新闻中货船撞断的大桥20多分钟车程。奥唐纳不再做船长，一起来的水手没有了着落，他们滞留在巴尔的摩。一位好心的费城商人将他们带到费城，并提供食宿。他们向宾州议会提出请求，希望得到食物和回程的船票资助。宾州议会将他们请求提交到当时的大陆议会，也就是美国国会的前身。在一份1785年12月30日的会议记录上，记载了大陆会议讨论宾州议会的提案，但当时议会没有征税权，也没有预算，因此没有答应。
这件事也引起了当时宾州最高长官富兰克林的关注。有材料说，后来还是马里兰州为3位华人解决了回国的问题。1785年左右，美国和中国都还是农业国，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，生活水平差距应该不是很大。这是1797年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和波士顿，这是几乎同期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盛况。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人愿意远离家乡万里，留在北美。阿成、阿全和阿关也是迄今记载中最早到达美国的中国人。波士顿市中心的波士顿公园是很多游客游览时区的起点，著名的自由之路、昆西市场、麻省议会和唐人街都在附近。公园东边有一座墓园，墓园建于1660年，被称为旧谷仓墓园。这里埋葬了3位独立宣言的签署人，有2000多块墓碑。在这座墓碑上写着，在这里长眠着一位姓周的19岁中国男孩，1798年9月11日，就从波士顿麦克号主桅杆上不幸坠落身亡，船主约翰·小博伊特立碑缅怀。和周围其他墓碑相比，周的墓碑维护保存得很好。专注搜集整理华人在美国历史的美华史记网站编辑黄倩女士考证，与同一时期相比，墓碑的材质是最好的。有资料介绍，这位19岁的小伙子中文名字叫周立培，这里我觉得称阿周更合适。船主小博伊特出生在波士顿一个富裕人家，15岁起就跟着姐夫做航海贸易和探险，并发现皮毛生意不错。1795年12月，驾着单桅帆船联合号第2次到广州，也很可能是在这次在广州期间招募了阿周做水手和仆人。当时阿周也就16、17岁，小博伊特的日记中曾赞扬阿周勤快忠诚。虽然小博伊特和阿周是主仆雇佣关系，但是2人年岁差不多，应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。近3年的朝夕相处，让小博伊特对阿周的不幸感到惋惜，并出资安葬。这块墓碑也是最早华人来到美国的见证。1798年至今已经226个春秋了，如今时不时有华人游人到这里缅怀一下前人。做视频查资料时，发现最早的3位华人和阿周的记录都是从美国图书馆和档案馆找到的，对早期中美的交往没有看到中文的资料。从中国人认识了解美国来说，目前最早介绍美国的文字是1849年福建人林真写的《西海既有草》。林真是在厦门学会英语的。1847年，也是道光27年搭商船来到美国，2年后回到厦门。《西海既有草》一书是用古诗家注和古体文写的，介绍了他在美国的见闻。林真感慨自己是一只丈量大海的小小贝壳，外面的世界实在太大了。《西海既有草》一成书后，曾引起了当时在福建主持洋务的左宗棠等人的注意，但后来朝廷以蛊惑人心，将林真治罪，并禁了他的书。做这期视频的时候，美国财长耶伦女士正好抵达广州，不久她还要去北京，真的希望她此行能够顺利成功。